两位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张，26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职员；女嘉宾小鱼，同样是26岁，来自四川，也是一名职员。有请，欢迎你们。孩子多大了？2岁了。谁在带着呢？之前一直是我婆婆在带，现在在我娘家，四川老家。就是前不久的话，我们俩都在长沙上班，然后我们呢就请假回家看儿子。我老婆看到我父母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没有照顾小孩。当时我老婆跟我妈发生一些口角。我那次回去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就在旁边那麻将馆里面看到他父母2个人都在那里打麻将，我小孩一个人连鞋子都没穿，浑身都是脏兮兮的，然后我看着特别心疼，而且他们家外面就是大马路，车来来往往的，我特别担心我小孩的安全。他们之前口口声声答应我的，要帮我好好带小孩，结果他们是这么帮我带小孩了，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当时等于在婆婆家就吵起来了。是的。很严重吗？吵得非常凶啊！然后我老婆当时非常的愤怒，就把小孩带回她四川娘家。我当时心里面就特别气，我觉得待在他们家里，跟我老公之前承诺我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在他们家里我真的过不下去了，所以我必须要带着我孩子走。现在回到四川多长时间了？快1个月了吧。这个事情呢，我也并没有怨我老婆，我觉得我父母做的确实还是不对，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矛盾给化解。所以你们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这件事吗？这个只是其中一件小事。就只是一件小事啊。更主要的是我跟我老婆对于有些事情处理方面有各自的看法非常不一样。就是我老婆希望把小孩带在身边。主持人，你是不清楚我们俩之间是怎么回事。他讲话就是很会哄人的那种。那个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呢，就是被他这么哄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就怀了他的孩子，跟他结了婚。他当时就承诺我说什么结婚之后家里面都听你的，什么都你说了算，然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家里面我负责出去挣钱，什么各种好话都说尽了。那个时候怀着孩子，他也怂恿他父母过来劝我嘛，都是长辈嘛，我又不怎么好说话，他父母就过来劝我说你只管把小孩生下来，等生下来之后我们俩老2口就过来帮你带小孩，其他的问题你们都不用操心。当时话说的真的是特别好听，但是实际上跟他过着这2、3年的日子，我真的特别理解那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当时我父母真的是特别反对我们俩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俩不仅学历上面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们俩基本上家庭条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他们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我父母就特别反对。学历上什么样的差距？我学历是大学本科，他是中专。当时你是在大学期间就和他结婚了？是的。然后怀孕生子了？对。你想清楚了吗？那个时候就是被他哄着呀。大学期间就怀孕了是吧？毕业之后生下来的？是的。当时是承诺宝宝生下来，妈妈是从农村来到你们生活的城市帮你们带孩子。是的，是答应好共同生活的。我之前确实也承诺过，大概是去年的5月份的样子我把父母都带过来了。但是那一回呢，小孩一直都在生病，送去医院医了2个多星期，也一直都没医好。我妈就一直认为是水土不服，就硬是要把小孩带回去。结果带回去之后只有2天，小孩他就好了。这都是他们一家人的借口。那个时候他们一家人还到处出去说，就是因为我执意要把小孩带到城里生病了，还这么严重，导致我后来无力反驳，而且他也不出来帮我说一句话。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也不光是只有那一次从去年5月份到现在也有1年多陆续我们把小孩带来长沙了也有很多次了基本上有很多次都是带过来就住2、3天就发烧感冒什么之类的。回去之后呢，这我也讲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好的特别快。然后另一方面呢，妈她真的不愿意来城市里面生活，在城市里面呢，然后那些人呢都不熟悉打个招呼语言又不通并且地方又小，又爬楼梯，就觉得特别累。那很多夫妻都是父母实在没有办法协调，我们自己看呀。那我自己看了，我就没办法出去赚钱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就是想让我出去赚钱。因为现在的话因为
目前的话呢，收入啊，我们俩收入啊都不算太高，工作呢一般般吧，也是在起步阶段，靠我一个人的收入，然后再养活我老婆带小孩，我觉得非常困难。那你们小两口生活当中，除了孩子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不和谐的地方吗？我觉得我跟他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结婚之前的时候，他说的好好的，什么都听我的，结果结婚之后完全不是这样。当时我出去面试找工作，肯定得体面一点，是吧？然后我就买了几身好看的衣服，结果他一回来直接就指责我，他说你买这些做什么呀？话说的特别难听，说你打扮那么漂亮干什么？就是出去勾引别的男人啊！他完全不考虑我刚刚作为一个母亲跟自己孩子分开的心情，然后就这样子指责我。我也不是说你买那些东西不对，但是呢，也不需要选那么贵的、那么奢侈的。我们现在是困难阶段，如果我们现在手上钱不多，我们就省点用；如果我们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就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一步一步来。我觉得是这样想的。这些都可以协商啊，关键是你后半句。只是可能当时的话脾气比较冲。我也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好吗？你想想，唐山那个天气那么热，外面38、9度的天气，我下班之后，我想开一下空调，凉快凉快。他一回来就给我把空调关了，他说你开空调做什么？这个天气哪里有好热？你吹吹风扇就行了啦。长沙38度也不假，但是它的温度有一个最高温跟最低温，最高温是38度，但是最低温也就是29度。我在长沙生活了8年，长沙热得半死，我前2天呢我才回去，就一下那个飞机，那热浪袭来，我很许久没有回去，我根本无法适应。你是什么时候到的机场啊？几点钟？他的意思几点钟？是说，你管我几点钟？下午3、4点吗？他的意思下午说3、4点跟晚38上凌晨1、2点吹点空调怎么了吗？是不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在那个温度28、9度，你认为你可以不吹，你可以出去啊。但是说如果28、9度的话，如果吹下电风扇通风的话也挺好。他还经常因为这个吹空调的事情跟我闹了好多次，而且吵不过他就直接摔门就出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吗？所以你说说，小伙子，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个所谓的你说电费啊，或者我一个人挣钱就不可以啊？你很担心钱是吗？现在的话经济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我自己也现在在上班，然后晚上也做兼职，然后我去年的话也创业过，失败告终。但是我当时创业的时候我非常的辛苦，跟我一个老乡搞了一个搬家公司，在帮别人搬家，前期呢做的也还可以，2个人他非常非常的累长沙很多安置区它是没有电梯的经常要从5楼搬下来之后搬上面包车，然后搬到目的地之后1楼上6楼7楼，经常会有，非常非常的累。后来的话我老乡呢扛不住了，当时我也是特别支持他创业，他说他没钱，他要请工人，然后立马找我父母借钱，然后打钱给他，结果他自己无能，还拒绝我父母的帮助，还口口声声说我现在接受了你父母的钱，那我以后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父母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6岁了，应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我觉得再伸手找父母要钱，我觉得我真的很不想这样去做。他自己口口声声说什么现在用我父母的钱会让我父母看不起他，但是你想想我们现在日子过成这样子，你觉得我父母会看得起你吗？我们没必要说一定要靠父母帮助，我也足够努力，想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会想各种去了解关于能够赚钱的方法然后现在白天上班，晚上也做兼职。他老是跟我叫苦，说他自己很努力很努力，但是我就没看到他努力在哪里。而且他每次创业失败了，他还在那里找各种借口，自己失败了就失败了，为什么找那么多借口？你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你自己的方法问题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只顾自己的感受，他创业的时候就可以完全不管不顾家里的一个生活条件，那个时候家里基本上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他辞职创业。但是我呢，我前段时间我觉得我工作特别辛苦，我想换一份工作，但是他就是不肯，他就是不支持我。他说你换什么工作？你要换工作有2、3个月空窗期怎么办？那个时候没钱怎么办？我不是说不支持他换工作，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你要换工作的话，你换一份跟家里面近一点的也可以，我也支持。但是我希望你能先把下一份工作找好之后再把前一份工作把它辞掉，然后再过来。因为我自己在外面打拼的也是有6、7年，像如果说辞掉工作之后，然后找下一份工作当中间断个3、4个月是很正常的，2、3个月很正常。这3、4个月呢，你没有收入，并且你以前的存款要拿出来用，
你很担心啊？对，我希望是找好下一份工作之后，然后再辞职。他老是这样冠冕堂皇，让人觉得他很努力的在做事情。实际上呢？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呀。每次他要做点什么事情，我每次都要打电话督促他。问他做了吗？他说没有。你就觉得他不够上进？思想上很上进，行动上不上进。你希望怎么样？我希望他思想行动一样上进。今天来的目的是你要来的吗？他要来。主要原因是小孩被他抱走了啊，然后我们之间矛盾也挺多。希望能够把这个矛盾化解。眼下的问题该怎么办呢？请老师来帮帮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你还蛮有骨气的；女生充满了怒气，但最重要的是和气。如果开空调他都不能生活，这基本的都没有，他还跟你谈什么恋爱呢？我要讲一件事情，我很想在媒体上讲，因为有很多的明星都先生了孩子再结婚，仿佛这是一个风潮，这是一个时尚。我强烈的反对，因为这是一种带着风险又不负责任的方法。先结婚再生孩子才是正常的次序。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两个人离开父母，从此再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管是现在你把孩子丢给你爸妈，或是跟你爸妈要钱，或是希望他爸妈呢能够帮你照顾孩子，这些通通都不是一个做母亲该有的想法。因为如果你没有本事跟觉悟养一个孩子，就不该生他。千万不要把孩子当成武器，也千万不要让孩子对于他的爷爷奶奶有任何的仇恨心，或者是把孩子抢过来抢过去，这些对孩子的成长都会失去安全感。有些事情也许你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太快结婚，太快闪婚，太快裸婚，现在你反悔，我个人认为都来不及了。你不如正向思考，去接受这一切，然后把现在的日子想办法过得好。如果你们能够熬过这段岁月，如果你当初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男人你认为他还是有一些优点的，那么要不要试试一起努力看看？不要着眼去看那些缺点，看他不让你开空调，看他不让你换工作，看他爸妈喜欢打麻将。要不要看一些优点呢？譬如他其实是很省钱为着将来的。看不好的地方，那我只能说你被他哄骗了，你也要反省，你咋那么容易被哄骗呢？他又没绑着你去结婚，是你自愿结婚的，所以你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既然这条路是你选的，那么请你好好走下去，快乐的走也是一条路，一天到晚怨叹的走也是一条路。聪明的人就快乐的走吧，母亲的快乐才是一家的幸福。反过来，我想对男生说的是，婚姻是家人。对他来说，他要学习脱离父母，因为他太依赖父母了。对你来说，你要更懂得对方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很欣赏你的骨气，不跟父母拿钱，但是我想告诉你，有时候你拒绝他们的好意也是一种骄傲跟让父母伤心。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爸妈对你是爱的，那么把现在他们资助你们的金钱当成是借嘛。既然我们现在需要帮助，就老老实实的接受帮助，记下每一分父母帮助我们的恩情点滴，然后有朝一日丰厚的回报给父母，孝顺他们。我说白一点，男人要哄骗女人呢，有本事就哄一辈子，你有本事哄他一辈子，他就没有怨言了。再告诉你一句话，金钱诚可贵，但是老婆的快乐价更高。如果你省下了空调费，但是却让老婆越来越忧郁不快乐了，跑了老婆，丢了孩子，值得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婚姻？两位已经太晚想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动作太快，脑子太慢，只顾眼前不顾未来。但现在是时候必须看未来了。
有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现在感觉生活欺骗了你，对吗？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样子，不是自己要的婚姻生活，对吧？对。你是不是感觉生活欺骗了你，他欺骗了你？是的。但其实生活欺骗不了每一个人。这男生看上去特别老实，对吧？很忠厚，很独立，但他关键的时候不老实。这个不老实体现在什么呢？你明明知道生孩子对于一个大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你也明明知道生了孩子，他可能就再也走不出你的生活。你也明明知道你能给他什么样的生活，你却偏偏在他面前编得天花乱坠，所以才把他哄到了手。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这叫下套。你明明知道给不了他这样的生活，你为什么还要哄骗着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然后让他嫁给你，然后现在抱怨的生活？我尝试在想，我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为什么在那一刹那之间会撒谎？这好像违背了他的价值观。后来我又理解，他非常理解生活的艰辛，因为每一分钱他都掰成两半花，这是他体会不到的。他特别的渴望成功，他知道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有多难。所以往往像这样的性格的人，在即将成功的那一刹那，因为他太迫切的渴望成功，他会撒谎。所以他撒了类似于让你生下孩子嫁给我的这样的谎言。当然在他认为，他可能是认为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爱你，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但其实对于他来说几乎是摧毁。我几乎都可以想象出他当初要跟你结婚，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几乎不是在哄你，而是在求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是吧。其实当时你也不想生，你也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但是他看着一个忠厚老实独立自强的一个男人恳求自己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心软了。但是生活是残酷的，生活不会因为你某一刻的撒谎和某一刻的心软就变得美好起来，这不太可能。就像现在，所以我说你们呐，是该狠心的时候不狠心，但是现在孩子生下来了，你该心软你又不心软。而他也是一样，我没有别的话好说。其实你们生了孩子，我无论如何应该劝你们在一起，好好的在一起。但是我几乎可以笃定，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即便是今天他请你到这儿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状态，他不过是利用我们来说服你，而你也压根不在婚姻上的状态。所以说孩子最可怜，那么早生孩子干什么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不恨你，我最恨他，因为他明明知道生活的艰辛，他很清楚，他比你的生活经验多了，但他依然让你做了这样的决定，而现在却两个人都痛苦，甚至两个人的家庭都痛苦。每一段婚姻都不容易，你们也只是刚刚开始。我倒是真心希望啊，想想当初为什么在一起，看重对方什么，为什么给他生孩子，为什么共同做了父母，而不要总去想困难和我改变不了的生活方式。好吧，一起来进入黄金60秒。老婆，其实我也有很多话要向你说。至于你说我特别节俭这一点，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抱歉。其实我内心的目的呢，也是说，因为明年儿子过来上幼儿园的话，确实也是需要一笔费用，希望能够现在节约一点，等明年的时候我们手上不会那么紧。至于你说如果觉得夏天实在太热，空调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你想买那些东西呢？我希望我只能这样讲，只要不是太贵了，不要太离谱的话，你买也可以。我苦一点也要把这个承担下来。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更加努力，我会比以前更努力。好，时间到，请亮灯。都回去想想吧，好吗？来，两位请回去吧。请关门。来吧，看看两位的选择，请开门。要马上回来。
请开门。来。哎呦，这妻子还哭呢。笑起来可爱。告诉你，你的婚姻要维持下去，节俭自己，不要苛刻爱人。如果你希望他跟你一起苦，你也要让对方苦得心甘情愿，而不是说你就不准开空调。人与人之间都是将心比心的，如果你热的半死都不开，我相信他也不好意思开。但是如果你那么严厉的去呵斥不让他开，他就会觉得委屈，因为嫁给一个男人就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以及将来的生活的盼头。你说呢？对，是的。好在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一起努力。来，请上我们的小花童吧。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吧，一起来见证。宝宝，我以后不会再这么抠门了，一定会对你更好一些。你放心，我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努力。老公，我也会以后多理解你的。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鼓励，对，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相爱相守。没错，你们两位都要努力。而且好吧今天回去开空调庆祝一下。不仅开空调，还要用上我们非常好的这个护肤品啊！这是伊贝之威新宝贝站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女生就要美美的，对吧？不管我们是不是当了妈妈，还要做一个美美的女人，好好的保养自己。好，谢谢。好吗？谢谢两位，来，请回吧。祝福祝福。